买了 IVA 层架，尺寸却是固定的，想放的空间放不下，该怎么办？不只是锯短，连铁质固定件都能完美移植哦，而且完全看不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今天这个企划我可是筹划了2年，因为我这2年都不敢动手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做。但是今天终于准备好了，就是我这个空间啊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方形空间。然后我之前就想要做个 IVA 的层架，但是 IVA 系列大家知道，它这个层板它宽度就是83公分，83公分，再加上两边的话，就会变成89公分。那我这边到这边大概是73公分吧，所以这个光是这个层架就进步来了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，怎么完美的把 IVA 系列的这个层架组把它缩短它的间距，让你可以契合任何一个宽度。第一步，先量出你真正需要的宽度，看一下官网的说明尺寸，也就是左右各预留3公分。像我这个空间73公分的话，层板就是要67公分。如果要更直观的方法的话，就是先把两边的侧架都先放入后，测量左边侧板到另一边侧板的距离。好，到目前为止都是蛮简单的，因为都还没开始动手做。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卡了2年才动手的原因，就是它这个 IVA 系列的层板真的是非常的厚实，我根本想不到说我要怎么样把它锯得很平直。然后我那时候准备了几样东西，首先第一样就是这个线锯，这个线锯就是 DIY 最入门会有的，这个很明显它就没有办法。那再进阶一点的话，就是这种锯子，就是小北百货这种地方就可以买得到的，但是这的确也不是最优解，因为你要想嘛，它那个距离这么长，你光是想它那个木头的硬度，你就知道这个非常困难。后来我又去买了这个是让这个电锯可以转成用线锯的方式，然后我想说无论如何这个线锯应该都比较好用吧，加上这是电动的，想说应该会比较省力，应该就是用它对我来说是最好的。毕竟我不是专业的，我没有那种大型的圆锯机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买了这个应该是可以吧。我还买了非常多的锯子，想说不知道什么比较适用。它使用起来就真的跟机关枪一样，但真的不好用，真的不好用。而且我才锯完一次，这个就坏掉了，这应该这样坏掉吧。因为它这个夹不紧之后，它这个锯子也歪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锯。我才锯一次而已。后来我回头看拍卖页面，居然还有警语，好吧，就当作是我使用不当，给他找的对手太强了吧。这块板子有1/4就是用刚刚那种往复锯的，结果才锯这样子就坏了。但既然决定今天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，就算是普通的锯子，我也拼了命锯看看吧。用这种普通的锯子，除了费力气以外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切割面很丑，也很难长距离维持平直，至少我的能力下是没办法啦。接下来要切两边的角胶，直接拿好的来对比画线是最简单的。这个角胶用锯子就简单多了。好了，立刻放上层板测试。简易版本的缩短法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想到还有3块层板要这样锯得这么丑，必须再想想更好的办法。右边这一侧是原本的，还是一样有这个沟槽可以卡住铁条。那另外一边就是我们自己切割的，就只能单靠小铁条的力量支撑。但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啦，理论上会被抬高0.3公分，实际上看不太出来。连一刻都没有为电锯电钻的死亡哀悼，立刻赶到现场的是迷你锯台。这个锯台可以说当初本来就是为了锯这个 IVA 的层架而买的，只是那时不懂，考虑不多，买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锯台居然这么小，锯片也是小小的2寸，官网甚至有警语，最大只能切1.4公分的手工类小材料。我买的时候想说，大不了我就是正反两面都跑一遍。后来对比 IVA 的层板，接近2公分的厚度及硬度，那个时候没有信心我能正反锯一遍还能对齐，我就自己放弃了。结果今天想说走投无路了，再尝试一下好了。
这个升降锯台的台升高度远远高于标示吧。就算我推慢一点，也许还是可以吧。我也考虑过是不是有可能请木工厂来锯，后来考量体积跟重量还有搬运的问题，我就暂时放着了。总之，怎么把层板锯短，就是大家用手边最适合的器材了。我也确定用普通的手工锯也是可以的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哇塞，我一直以为不可能欸，结果这个小台的居然可以锯这么厚的，而且这个好硬欸，哇，这个切的超平整的，不可思议。这边出现了一个我经验不足而造成的失误，我没有考量到圆形锯片的曲率问题，我的参考线画在背面，以至于背面切割到我要的位置时，其实另一面已经切得更里面了，所以参考线应该要画在正面才对。你从正面画的话，正面看起来 OK， 但是背面就会有圆锯那个多的。你如果是简单版的话，你就割成这样，锯成这样子，其实就可以用了。那下面教大家怎么做完美版的。完美版的就是连这边我们这个铁质的卡槽也要把它移植过去。那这个铁的，之前我本来也想不通到底要怎么移过去，因为网络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教学。然后你仔细看的话，它这边有4个，它是把它是像一个那个图钉一样这样插进去，你就是要把这个4个先把它挖起来。这边就是大力出奇迹，唯一的技巧就是施力点要专注在那4个点上。好了，拆下来了，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就是靠这4个凸起来的点去固定这边，所以你就是应该是这样子，你就是针对这4个角把它抠起来，它就可以比较好把它卸下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部分，怎么让它从这边变得跟这个原版的这个一样？基本上就是横切一刀嘛，就是如果你看侧剖面的话，其实它就是砍了2刀，但是因为这个真的是蛮需要设备跟技术的，一般人没有办法的话，就像我啦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本来是真的想要试做一个完美版的，但是其中横的这一刀必须要维持在层板的中间，即使拿出了挡板，我脑中的想象还是没有自信能做好，所以抱歉了，我还是放弃用普通板就好，留给有能力的人尝试。但这么看起来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把那个铁片再砍回去的话，其实这边可以再多留一点点，那这样它可能会更安全。然后这是没有预留的，看起来就比较危险。这是有预留层板长度的，它看起来就蛮安全的。噔噔，完成了！以上就是我的那个 IKEA IVA 层架这个缩短间距的教学，你学会了吗？然后这个层架我就是计划把它当做猫的那个专用区，最下面我会把它放猫砂盆，然后这边比较低的可能就是放比较重的东西，然后最上面就是放猫粮，因为猫粮久久才会搬一次。然后因为这边也比较靠近厨房，我还可以放一些厨房的东西。那我很喜欢这个 IVA 层架，也是因为
你看它可以随意的调整高低嘛，我就随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不同的调整。我连最上面的空间都不要浪费，所以我层板都会用到最高的地方。那最外面我之后会再做一个那个风琴帘之类的东西把它盖住，这样视觉上可能就会比较清爽一点。我是米拉爸，如果觉得我这次的教学还不错的话，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你还真的舔？为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一直舔？哦，又不舔了。咪咪，怎么了？不要！啊！你为什么一直舔？